今天我们看个新片，梅尔·吉布森导演、马克·沃尔伯格主演的动作片《插翅难飞》，这次马克演了个反派，就很突然啊！电影开始，男人躲在屋子里，这不是初代毒液人间体艾迪吗？没一会儿，有人破门而入，两名警察制服了他。接着，一个女警走了进来，正是来自唐顿庄园的 Mary 小姐。原来艾迪呢是黑帮大佬莫雷迪的会计，他掌握了很多莫雷迪的黑料，于是艾迪立刻要求交易，想要赦免和保护。但是 Mary 小姐没有权限啊，她请示上级，领导说我们开个会研究一下。最终呢，警方包下了一个小飞机，让 Mary 小姐和 Eddie 一起回纽约。就不能多派几个人嘛？期间 Mary 和同事 Caroline 打了个电话，于是我们知道了一个消息，就是 Mary 之前曾经调到过文职，是 Caroline 让她官复原职。接着我们的 Mark 出现了，他正是这架小飞机的机长。三个人瞎扯了一会儿，飞机起飞了。一时半会儿故事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，我就插一句，是谁给 Mary 小姐做的造型啊？她年纪也不小了，还露着这么大的额头，显得脑门又大，抬头纹又多，这造型师和他是有仇吗？我还有个疑问啊，接下去这电影不会大部分时间都发生在飞机上吧？然后角色就这么三个人，怪不得这电影这么短。在空中呢，马克和 Mary 瞎聊了一会儿，两个人都无视了 Eddie。Mary 察觉到马克耳朵后面有可疑的血迹，但马克说这是自己修飞机时候划伤的。因为他们俩戴着耳机呢，就听不到外面的话，于是 Eddie 只能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后面，十分无聊。他甚至还给两个人配音。在他看来，眼前这对狗男女正在互相聊骚，忽然一只鸟撞上了飞机，还好什么事都没有啊。于是马克开始爬升高度，因为飞机抬升呢，他座位底下有个下驶针就滑了出去。艾迪一看上面显示机长是个大胡子，并不是眼前这个马克，但是因为他没戴耳机，没办法和 Mary 通话，于是只能咬下自己的扣子扑向 Mary。Mary 回头以后，他不停地叫对方帮忙，但 Mary 以为他只是想上厕所而已，叫他忍着。反而是马克很贴心，转身递给他一个袋子。转身的时候 Mary 就看到了马克肩上的血迹，他开始起疑了。回想起刚才对话的细节，就问马克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目的地的？马克呢也开始瞎说，老实说这样很不明智啊！你怀疑对方，如果对方有鬼的话，你就不该测试对方，只能说剧情需要。于是很快马克就暴露了。 Mary 拔枪，两个人缠斗在一起，枪被踢飞，马克动刀，刀被打飞， Mary 被打晕了。马克困住他，开始和艾迪唠嗑。他是莫雷迪派来的杀手，艾迪慌死了，立刻想出钱买命，但都被马克拒绝了。艾迪开始不停地报各种机密。此时 Mary 快醒了，他在恍惚中听到了这些。正当马克想掐死 Mary 的时候， Mary 拿出了电击枪，把马克电晕了。哎呀，这时候马克的帽子掉了，就很突然啊！果然变秃了就会变强。马克被电了都没事啊，他掐住了 Mary， 结果飞机操纵杆呢被他们按下去，飞机不断的下坠。Mary 再继续电马克，终于把他电晕了。但眼看着飞机就要坠回来， Mary 立刻拉起操纵杆，飞机抬升，他们活了下来。但是现在尴尬了，因为唯一的这个驾驶员被电晕了，怎么办呢？要不要打电话给工藤新一啊？ Mary 暂时不管飞机啊，反正飞机正在自动驾驶，他并没有补刀，只是捆住了马克和艾迪一起把他拖到飞机的后面靠住。两人从马克身上发现了很多东西，原来莫雷迪很早就叫他盯上了 Mary 和艾迪，甚至还包括了艾迪妈妈的房子。艾迪说莫雷迪怎么知道我妈妈住哪里呢？艾迪很慌， Mary 叫他别慌，我找一下救援，毕竟是冰天雪地的，这飞机没有 GPS， 他们都不知道往哪飞。勉强接通了个联络，对方开始教 Mary 怎么操作飞机，但很快信号就中断了。结果此时呢 Mary 的电话响了，是 Brolin 打来的。 Mary 告诉他情况以后，对方震惊了，说赶紧去找个飞行员来帮助 Mary， 顺便找人保护艾迪的妈妈。这时候 Mark 醒了，他说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吗？ Mary 拔出枪叫他闭嘴，但是 Mark 一直在那里挑衅。此时频道里面有个飞行员上线了，他开始帮助 Mary， 在他的指挥下 Mary 找到了航线，一切慢慢变得顺利起来。但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发生了。马克注意到了那把匕首，他开始想办法，而 Eddie 则告诉 Mary 关于他妈妈的地址没有几个人知道。 Mary 开始猜测警方有内鬼。此时 Caroline 打来电话， Mary 问 Caroline 有几个人知道 Eddie 母亲的下落以后，开始分析。而飞机前方出现了高山， Mary 立刻关掉了自动驾驶，拉升飞机，因此呢匕首开始下滑，而飞机则撞过了积雪，毫发无伤。天哪，这飞机质量真好。马克够到了刀，但他还是拿不到，于是他只能再次挑衅，说出了过去的八卦。原来 Mary 以前犯过错，因为自己的疏忽呢导致证人被活活烧死，所以他被调去了文职。 Mary 被激怒了，走过去殴打马克，谁知道这正是马克的目的。他借此拿到 Mary 的目镜，拆开以后把它作为工具，开始解放自己。 Mary 和 Caroline 再次通话以后开始怀疑对方，于是打电话给警长说 Caroline 就是那个。警长说好的，从现在开始你和我单线联系。此时飞机飞到了海岸线边上， Mary 开始按照飞行员的指示转向飞向纽约，情况似乎正在好转。 Mary 和 Eddie 一起如释重负。结果此时 Mary 想到了之前 Eddie 说的话，根据某笔资金的走向，他确认了警长才是那个内鬼，这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的反转。 Mary 立刻通知 Caroline 骂了他一句，叫他专心飞飞机。此时他们飞过了一个搁浅的货轮，借此作为定位呢，海岸警卫队找到了他们，而他们也将在30分钟后降落在纽约。很棒，电影也就只剩下20几分钟了，是时候结束了。果然马克挣脱了，他插了 Eddie 2刀，又勒住了 Mary， 几乎要勒死他的时候， Eddie 拔出了伤口上的刀，刺向马克。 Mary
这才脱困。马克开枪射击，但子弹居然打不穿这座位，而 Mary 就拿出了信号枪，一发入魂，马克被击中，痛得要死。Mary 则拿起灭火器砸晕了马克，又灭掉了火，确认对方没死以后，再次用手铐铐住了他。为什么不杀他呢？他是有这个执念吗 ？Mary 捡起枪以后，去帮 Eddie 处理伤口，开始加速飞往目的地。一段很美的航拍之后，警长电话来了。警长说：“你的怀疑没有错啊，副警长卡罗琳被莫雷迪的人灭口了。” Mary 崩溃了，不演了，开始大骂警长，说：“我们机场见。”此时护航的战斗机来了 ，Mary 开始准备最后的降落。狠人马克则折断了自己的大拇指，挣脱了手铐，和 Mary 缠斗在一起。此时 Mary 终于开枪了，打伤了马克，转身让摇摇欲坠的飞机回到降落的方向上。这一段戏还是比较刺激的，可以说是本片唯一的亮点了。而降落时飞机差点失控，而马克也从飞机上掉了下去，直接被后面的车碾了过去。而飞机呢也终于停了下来。Eddie 被送上了救护车。Mary 啊，你这里还有内鬼，你怎么不跟上去呢？原来是他恋爱脑犯了。刚才飞机上一直和他通话的帅气飞行员来了，两人正要干柴烈火之时 ，Mary 看到一个可疑的警察也上了车，他立刻跟了过去。果然那人想干掉 Eddie， 这时 Mary 毫不手软，开枪击毙了对方。你妈，刚才飞机上的歹徒你一直不杀，现在的黑警你是毫不手软啊！一旁的电话里面呢，警长正在骂骂咧咧，而 Mary 接过电话骂了对方一句，挂断了电话，和 Eddie 靠在了一起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而救护车外呢，一群男人傻傻的站在那，包括刚才那个以为今晚家人有约的飞行员。然后电影就结束了。这个结局就这么突然吗？Mel Gibson，你是还想拍续集吗？我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？太烂了吧！